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本期视频。今天我们要深入聊聊在使用 Google Anti-Gravity 时，新手最容易犯的7个错误。如果你想让 AI 真正成为你的编程利器，千万别错过今天内容。在开始之前，别忘记关注、点赞、转发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。首先，我们讲讲看错误1，就是需求描述模糊不清。这个是新手最容易犯的错误。很多人认为 AI 很牛，所以说呢，就把自己的需求简单描述了几句，然后扔给他。但事实是，如果你自己都不知道你想要干什么，那 AI 根本也不会知道的。举一个例子，比如说我这边想要做一个能够自动锁定，但是又可以移动的悬浮窗。如果我直接跟 AI 说 ，AI 肯定做不出来。那么正确做法是什么呢？你需要详细的描述。比如说，我就需要在这里描述到底要修改哪一个文件，比如说修改文件 A， 然后呢添加变量 B， 然后这个变量的意义又是什么什么什么。只有当你具体告诉 AI 要修改什么文件、什么变量的时候， AI 才能够变得更加的智能。第二个误解就是很多人以为 Planning Mode 只能用来做计划，但实际上这是一个误区。事实上 Planning Mode 它兼具了计划和快速执行这2个功能。AI 会根据你的这个任务难度和你的提示词来自行判断。比如说，如果你在提示词里面明确的说明了直接帮我修改，或者如果 AI 认为这个任务很简单，例如说只是把某一个按钮的颜色改一下，那么这个时候 AI 就不会去写计划，而是直接帮你搞定。所以说这个 Plan Mode 呢，它并不是用来单纯的写 Plan 的，而是非常的灵活。错误3就是忽略 AI 给出的开发计划。那么我们紧接上一点，一般来说，如果你在 Plan Mode 里面写了一个 Plan 之后， AI 是会给你一个开发计划的。但是很多人的错误是根本不看这个开发计划。我们再回到刚才这个悬浮窗的例子，当我发出指令之后， AI 它一般会给我标记一个需要我审核的部分，这一部分其实是 AI 在向我求助，它希望我确认这个细节是否有问题。但是如果我仔细看呢，我就发现这个 AI 其实漏了一个细节，这个细节跟我当时的想法并不一样，但是我没有描述给他，这是因为我忘记了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千万不要直接让他去开始开发，而是要反复修改这个计划，直到这个计划对了再让他开发。因为要记住，磨刀不误砍柴工，计划没问题，代码才会没问题。错误4就是一次性实现过于复杂的需求。什么叫做过于复杂呢？这个虽然说没有完整的定义啊，但是我举几个例子你们就懂了。第一个就比如说你想让 AI 直接实现一个完整的登录系统，或者说做一个游戏，甚至让 AI 直接实现 AES 加密算法，这些东西对于现在的 AI 来说，这个实在是太过于复杂了。你可以这么简单理解，如果你需要修改的内容一次性超过了3-4千行，那么就绝对超标了。虽然理论上呢，像 Gemini、Claude 这样的模型，他们支持100万个 token 的输入，并且他们也支持非常多 token 的输出，但是你需要记住一点，功能越多，上下文越长， AI 它就越笨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会把大功能拆解成一个小任务。那么讲到这个，我们要想想看第5步。如果拆解成小任务之后，你还不选择上下文的文件，那么可就是大错特错了。首先你们仔细看我这边的操作，每一步我都会仔细选择上下文的文件，告诉 AI 你需要参考哪一个文档，需要读哪一个文件，需要复用哪一段代码。这样做其实有2个非常大的好处。第一，这样可以让你自己对代码保持了解，万一 AI 改出了一些 bug， 你不至于2眼一摸黑。第二，这能够更好的限制 AI 的随意发挥能力，让 AI 变得更聪明。为什么呢？因为 AI 现在虽然支持很长的上下文，但是它的幻觉依然严重。对于这些大模型来说，你投入的内容越少，大模型反而表现得越好，越聪明。所以限制你投入的文件的范围，反而是提升了 AI 的智商。错误6就是使用了 GPT-OSS 模型。在这个 Anti-Gravity 里边有一个 GPT-OSS 模型，这是一个只有120B 参数的开源模型。说实话呢，我不太懂谷歌为什么把它放在这里。我个人感觉放在这里的话比较搞笑，因为我实际对这个模型做过测试，它的效果非常非常的差。哪怕只是把按钮颜色从红色改成绿色这种最基础的功能，它都有可能改出 bug。虽然说它这个对额度占用非常的少，可以算是几乎免费吧，但是它产生的这个代码也几乎没有办法使用。所以说我强烈建议大家避开这个模型，不要浪费时间。那么最后一个误区，也是很多新手最容易犯的一个误区，就是盲目信任 AI 代码，不做测试。AI 写完代码之后，如果是我的话，我一定会仔细做测试。原因其实很简单，因为 AI 不一定是对的，
就算这一次对，它也不一定永远都对，并且很多时候，就算这个代码没有报错，那么这个逻辑啊，很有可能也并不太符合我们的需求。所以，如果我们养成了不测试的坏习惯，长期下来很有可能会堆出一个大 bug。但是如果发现大 bug 了之后，我们其实根本就不知道到底是哪一次修改导致了这个 bug，我们也根本就不知道应该回退到哪一个版本。所以说，针对 AI 的每一次输出，我们都需要进行严格的测试，然后再进行下一步。好了，那么以上就是新手在使用 Anti-Gravity 的时候最容易踩的7个坑，希望这些经验能够帮助大家少走弯路，更高效的使用工具。如果你觉得本期视频对你有帮助，别忘记帮我点赞、关注和转发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